她本是个烧火丫头，由于长相酷似病重的皇后，便被皇后的继母柳夫人抓来，打算来个狸猫换太子，来保住家里的荣华富贵。是女儿无福，女儿死后，请母亲照顾弟弟。只要皇后娘娘答应我一件事，我保你弟弟富贵一生。母亲请说。刘府不能没有皇后，我找了一个女子，和你有7、8分相似，你随我出宫，让她替你占着皇后的位置。啊，这怎么行？两个贴身宫女脸上也齐齐变色。若皇后不同意，谁也没有法子逼你，只不过你弟弟的性命和前程，恐怕无人能照拂。再说你病病殃殃，无宠无子又无尊贵，何苦在宫里挨日子呢？皇后似乎有几分被说服，但依旧犹豫。可若被人发现冒名顶替，这可是杀头大罪。你卧病2年，凤仪宫甚少来人，皇上1、2个月才来探望，每次略坐坐就走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母亲保证能善待弟弟，只要你顺从，我必定对他视如己出。唉，那好吧，一切全凭母亲做主。贵妇见如此顺利，不由得大喜。芷涵，你过来。民女芷涵见过皇后娘娘。眼前的女子清纯无瑕，和皇后十分相似，只不过眼眸比皇后更加清澈，如小鹿一般灵动。芷涵和你很像吧？我初次见到这丫头也吓了一跳。我调教了她3个月礼仪，又教了她宫中人情世故，有玉壶、香沁2个丫鬟帮着，她足可以替你。可是女儿身子虚弱，走几步都困难，根本出不了皇宫。我为你准备了秘药，能让你在3炷香内恢复体力，3炷香功夫足够出宫了。那母亲打算怎么安置女儿？回府后，你可以见你弟弟一面，然后我送你去一处风景宜人的地方养病。谢母亲。伺候皇后用药。芷涵从袖口掏出3颗豆大的黑色药丸，3颗药丸，每颗能恢复1炷香的体力，服下后速速换衣裳出宫。皇后无奈，接过药丸吞下。从凤仪宫到宫外，1炷香功夫足够了，不需要3颗药丸，另外2颗是我捏的芝麻丸子，真药我得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屏风后，玉壶服侍2人更衣。请你替我照顾弟弟。你弟弟也算是我名义上的弟弟，我不会让他吃亏的。玉壶跟我许多年，也请你照拂1、2。芷涵点头，不要难过，为本宫好好活着。玉壶泣不成声。皇后和芷涵并肩出了屏风，柳夫人觉得有些错乱，哪个是芷涵，哪个是皇后，连自己也分辨不出了。果然人靠衣装。女儿随母亲出宫，好好在宫里，2年后让你和你母亲团聚，凤仪宫的东西你也可以悉数取走当嫁妆。谢夫人。芷涵低头，心说：你背地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天我明明听到你跟自己的女儿说，燕儿，你长相酷似皇后，再长2年便可进宫替代她，到时候将那假皇后扔江里喂鱼。所以我只有2年性命。遇事不要慌，少说话，轻易不要出宫。平日皇后性格文弱，为人清白，很少与人打交道，你完全能应付过去。我知道了，夫人放心。头一个要改的就是你咬我牙的，要自称本宫，教你的礼仪不要忘了。本宫记住了。接着柳夫人又对着2个丫鬟说：你们全家老小都在府上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自己掂量仔细了。奴婢明白。玉壶，你和皇后一起长大，最了解皇后的言行习惯，你要多提点芷涵，不要让她露马脚。奴婢遵命。随即柳夫人带皇后出宫，至少还有2年快乐时光，自己且先享受着，到离开那日，自己将凤仪宫的细软提前收拾，卷包裹，脚底抹油便是。去御膳房传午膳。奴婢即刻去。本宫想吃红烧猪蹄、鸡爪子、水晶肘子，再来一个鸭架熬粥。平时皇后娘娘只要几个清粥小菜，你今日大鱼大肉，岂不让人怀疑？人生在世，吃喝2字不吃饱喝足，怎么能顺利度过2年？他刚进宫，又有夫人撑腰，咱们不宜得罪。他既然要菜肴，你去和御膳房说一声，只说咱们2人想吃便是。玉壶压下火气，勉强点头同意。2月午间，阳光温暖，芷涵开了芙蓉雕花窗，坐在窗前，边看花边吃猪蹄鸡爪。自从被柳夫人看上，3个月芷涵都没有吃过荤腥，只因皇后久病纤弱，吃胖了不好顶替。 2年一共730天，若能日日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芷涵啃了一口猪蹄，肥而不腻，一股肉香从喉头蔓延开。人生真是快意。
一个身影突然在花树闪过。那太监，给本宫温壶黄酒来。这人出来，风神朗朗，气宇轩昂，面目极清俊，此时脸上满是惊诧。到底是皇宫，连小太监都俊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芷涵手中的鸡腿掉在地上。这是皇帝，完了，2年一共730天，这才第1天。芷涵假冒皇后第1天上班，竟误把皇上当太监。哎，那太监，给本宫温壶黄酒来。接上集。怎么回事？3个月以来，柳夫人亲自在别院教芷涵后宫仪态，芷涵得心应手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这是病好了？臣妾久病刚好，许久没出宫门，方才被日头晃了眼睛，没看清楚皇上。好了，朕记得你母亲今日递了折子，进宫探望病情。或许母亲是听说臣妾病好了，特地进宫探望的，不就是吃了一个鸡腿吗？不要慌，不要慌。既然病好了，为何不告诉太医？芷涵的大眼睛黑白分明，清纯无瑕的脸上带着疑惑。病不好才告诉太医，病好了为什么要告诉太医？这皇帝长得不错，似乎脑子不太好使。人红语塞，想了想道：朕方才远远见到你母亲，她脸上并无喜色。若皇后病好了，柳夫人应该欢喜才是。母亲是父亲的继贤，又不是臣妾的生母，臣妾的病好了，她没有喜色，不是很正常吗？2个宫女听得面如土色。这假皇后什么都敢说。袁弘含笑凝视着芷涵，她面容如春风，眉目如画，唇上艳红，小脸被鸡腿辣得红扑扑的。皇后吃了辣子？朕记得皇后的生母是江南人士，皇后很少吃辣。2个宫女脊背又是一凉。假皇后破绽太多了。从前臣妾不爱吃辣，故而身体虚寒，最近说不定就是吃辣，才辣好了臣妾的病。遇事不要慌。哈哈哈！既然皇后喜欢辣椒，将前些日子蜀地进贡的7彩椒树赏赐给皇后。多谢皇上。大病初愈，不宜多动，皇后好好养病，朕改日过来陪你用膳。恭送皇上。袁弘凑近芷涵，从前皇后见了朕，温柔如水，柔弱如竹，今天居然敢与朕对视，还敢顶嘴，真是士别3日，让人刮目相看。说罢笑着离开，显然心情不错。吓死奴婢了，今日算是对付过去了。玉壶有些不满，从前我们娘娘说话柔顺如水，你说话太过直接，只怕皇上起了疑心。不是说狗皇帝薄情吗？不是说1、2个月才来一次吗？怎么第1天就上门了？吓死老子了！730天，今日才第1天，还有729天，这特么怎么过？夜里带着生存压力，芷涵心情沉重，梳理柳夫人介绍的皇后性格喜好，以提醒自己时刻警醒。柳府嫡女，文弱胆小，沉默少言，不喜欢和人来往，不喜辣，喜清淡，喜淡绿色，首饰偏爱绿玉。完了，今日自己吃了辣椒，和皇帝拌了嘴。芷涵看了一眼头上的绿玉簪子，这不还有一条爱绿色吗？问题不大。次日，袁弘卓总管太监汪德海送7彩椒树来，见过皇后娘娘，若是蜀地进贡的宝贝，其中颜色的椒汇集于一棵树，群英荟萃，皇上吩咐赐给娘娘上万。多谢皇上，多谢公公。都说皇家富贵，金银无数，谁料狗皇帝赐自己几个辣椒，小气。7种颜色的辣椒，它也只是个辣椒啊，4点金子，银子多好，2年后还可以打包带走。7彩椒树是经过精心打理的，7种颜色的辣椒指头粗细，如佛手瓜一般。为了配宝树，特意弄了一个白玉雕刻的花盆，白玉晶莹剔透，绝非凡品。怪不得丽妃向皇上要了几次，皇上都没舍得给呢。果然好宝贝。放在廊下角落吧，你们记得浇水，别让它死了。这是天大的恩赐，主子别不知足。天大的恩赐啊，那就放在本宫的书房，本宫亲自浇水。真没意思，凤仪宫就这么一丢丢大，走2炷香便走遍了。柳夫人又不让出去逛，宫里有没有骰子？咱们闲暇无事可以猜点数赌钱玩，小赌怡情嘛。玉壶正在擦紫砂壶，没有。那么有没有斗鸡？从前本宫是烧火丫头，那斗鸡凶狠的连烧火棒都敢扑，结果羽毛都被本宫烧了。哈哈哈！玉壶将绒布一扔，没有，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。那你去御膳房给本宫取一只鸡，本宫自己做菜吃，这总可以吧？香沁忙笑道：“娘娘稍后，奴婢这就去要。”玉壶跟着香沁出来。夫人怎么找了这么个粗俗不堪的人？这烧火丫鬟和咱们主子比起来，
简直一个是天上的凤凰，一个是地上的野鸡。咱们是宫女，伺候谁不是伺候？可是想到咱们主子，再看着这个烧火丫头，我的火气蹭蹭往上冒。我知道你是跟着皇后长大的，情分不一样，可是你别忘了，咱们全家老小都在柳夫人手上，少不得鞍前马后伺候她2年。唉，不就是一只鸡吗？只要烧火丫鬟不出宫，随她怎么折腾，咱们落得清净。获得了一只拔毛仔鸡后，芷涵很满意的在小厨房炖上了。鸡里头加了香料、大酱和蘑菇，慢慢撒发出香味。芷涵总觉得不足，想来想去，最后一块大腿。对了，少了辣椒。芷涵来到书房，将袁洪刚刺的七彩辣椒拔下来。他人看到，芷涵用黑绒布盖住七彩椒树，赶紧用清水洗了，放在锅里焖。鸡炖熟了，芷涵正打算大快朵颐之时，香沁过来禀告：丽妃娘娘前来请安。香沁无意瞧见一锅彩色的烧鸡，这难道是？肯定是幻觉，她怎么敢？给本宫说说丽妃什么来头？丽妃娘娘是礼部尚书于大人的嫡女，依附高贵妃，一路由高贵妃悉心培植提拔上来，在皇帝那里有几分宠爱。如今有孕5个月，胎相不稳，皇上准她免除礼节。她来干什么？本宫和她很熟。丽妃想要的七彩椒，皇上赐给了娘娘。明白了，来吵架的。贾皇后上班的第2天，突然发现逃出宫外柔弱多病的甄皇后，居然和太医有染，突如其来的状况令她措手不及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苍天啊！接上集，娘娘少说话，免得节外生枝，3两句话打发她走便是。本宫自有分寸。芷涵装作温柔文弱，缓缓走出去。丽妃来了，见过皇后娘娘。难得丽妃今日过来，听说皇后病好了，臣妾来给娘娘请安。芷涵歇了歇，不见丽妃动作，特意提醒道：本宫做好了，你可以请安了。丽妃面色一滞，皇上免了臣妾的礼。那你方才说特意来给本宫请安？丽妃带着愠色扶了一扶，臣妾见过娘娘，娘娘万福。如果没别的事，你归安吧。丽妃强行压下怒容。臣妾听说皇上赏赐了七彩椒给娘娘，特意过来瞧瞧新鲜。你不是向皇上要过好几次，这个不叫瞧新鲜吧？见丽妃的眉毛挑起，玉壶忙道：七彩椒在偏殿，奴婢这就去搬。搬什么搬？辣椒有什么好看的？全都拔光了，看啥啊？看树杈子呀！皇后娘娘何必藏私？不过凤仪宫除了这七彩椒，也没有别的值得称颂的了。丽妃眼中鄙夷，皇后衣裳也是旧的，簪子也是旧的，玉质也不好。随即将翡翠戒指亮出来，水汪汪的翠绿玉滴，丽妃得意道：皇上特意赏赐的，臣妾很喜欢呢。狗皇帝赐别人金子宝玉，就给我几个不值钱的辣椒。玉壶小心翼翼将七彩椒树搬上来，树上还盖着黑绒布。树木不见光，如同鱼儿不见水。皇后这样养树，岂不是枉费皇上的心意？玉壶轻轻揭开黑绒布，吓得连连退后2步。这辣椒呢？唉，当时没看错，辣椒果然被烧火丫头炖鸡了。辣椒被本宫摘了做菜，果然是好辣椒，炖出来的鸡异香扑鼻。可惜你有孕不能吃辣的，不然给你一半带走，毕竟见者有份吗？想到自己求之不得的宝贝，皇后却摘了炖鸡，再想到方才皇后让自己行礼，又讽刺自己讨要宝物不得，丽妃一股火气直冲上来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咱们心照不宣。皇后娘娘不要欺人太甚。芷涵觉得甚是可笑，就皇后这种风都能吹倒的小花，还能有见不得人的？哼，既如此，臣妾告退。看来从前皇后真是懦弱胆小，以至于妃子敢如此无礼，换了自己早就烧火棍把她插出去。让娘娘少说几句，怎么娘娘就不听劝？那七彩辣椒，娘娘当真炖鸡了？那可是皇上赏赐的。赏赐之后就是本宫的，味道还不错，咱们一起吃。玉壶断然拒绝。太监小柱子禀告：张太医给娘娘来进平安脉。张继林是专为娘娘诊病的太医，每3日来一次。那请进来吧。张太医身材瘦高，肥眉鼠眼，他一进殿眼睛便四处张望。咦，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请娘娘禀退左右，微臣有要事禀告。香气玉壶转身退出。张太医有话请讲。芷涵，你是不是吃了我给你的药？你脸色不错，身子康健如昔，不枉我费尽心力为你找药配药。听说你大好了，我欢喜的昨夜都没睡着。
芷涵的心一阵狂跳。你大爷的，什么情况啊？张太医熟脸中带着轻浮的话，让芷涵有片刻失色。皇后和这厮有关系，不过这可从没听柳夫人说过。芷涵冷静下来，本宫身子大好，你也有一份功劳，回头让玉壶赏赐你。只要你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为你干什么我都愿意，我并不需要什么赏赐。玉壶眼中充满惊惧，似乎这丫鬟不知情，你这丫鬟还是这么毛躁。收拾了碎片，在本宫身边伺候。芷涵安抚玉壶后，继续试探张太医。若本宫一定要赏赐呢？张太医色也眯起。若娘娘一定要赏，请再赏赐我一个荷包，我日日带着，以解相思之苦。再赏一个？上回赏你的那个呢？本宫记得没赏多久吧？上月你给的荷包，我日日带在身边。前日下雨，我不当心撞了丽妃娘娘，这荷包从那时起便没了。怪不得丽妃一口一个见不得人，原来指的这个。若本宫重新赏一个给你，你喜欢什么花样子？还是上回鸳鸯戏水的图样便好。芷涵吩咐玉壶取鸳鸯戏水的荷包给张太医。玉壶的手颤抖着取了一个红底金线鸳鸯如意荷包递给张太医。这回可要收好了。张太医收在怀里，又掏出一个瓷瓶。你身子尚未全好，还需要吃这药7日。好，等本宫吃了这一瓶药，再找你进宫续话。你先退下吧，稍后皇上要来呢。臣告退。皇后不是清白文弱吗？不是安静贞洁吗？怎么会和太医勾搭？玉壶满脸不可置信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是死人吗？每次这个狗太医来诊脉，你不跟着伺候吗？眼皮子底下的事情你都没发现？除了几次奴婢不在，其他时间奴婢都跟随在侧。皇后为人良善，经常对她嘘寒问暖，没有见到不妥当的地方。良善个屁！你主子荷包也送了，手也摸了，这是嘘寒问暖吗？怪不得丽妃敢对老子口出狂言，原来荷包在她手里。这太医胆大包天，必定误会了皇后娘娘的意思。奴婢参见皇上。假皇后胆大包天，竟敢把皇上御赐的祥瑞树拔光炖鸡，没想到被皇上堵了个正着。接上集，玉壶心惊胆战，正要劝芷涵收了脾气接驾，只见芷涵仿佛突然换了个人一样，清纯的脸上满是惊喜。皇上来了啊！他是属狗的吧？昨日朕答应陪你用膳，今日下朝便直接过来。臣妾以为只是随口说说，没想到皇上真过来了，真是一言九鼎。哈哈哈！朕金口玉言，岂会说话不作数？今日赐的七彩椒，你可喜欢？十分喜欢，皇上言而有信，臣妾万分感动。听说这祥瑞之物在烛光下更流光溢彩，皇后让人取来，咱们赏玩一番。芷涵吩咐香沁仔细端过来。袁弘很满意，一个端字足见皇后的爱惜。片刻后，香沁战战兢兢端了个砂锅出来，砂锅里头黄澄澄的炖鸡上色彩斑斓。这是焖了大半日的菜肴，臣妾起名叫七彩凤凰，请皇上品尝。七彩是七彩椒树上的七彩，凤凰这种祥瑞，唯有七彩椒这种祥瑞能配得上。店内香沁和玉壶面色苍白，蜀地送过来的宝贝，你就这么一锅炖了？皇上，草木都有枯荣，若是有一日祥瑞枯萎了，岂不是大大不妥？还不如乘着吉祥时候吃到肚子里才是真祥瑞。袁弘沉吟不语。皇上赐给臣妾了，这东西就是臣妾的，皇上金口玉言，可不能生气。怪不得朕一进宫，满口都是一言九鼎，言而有信，原来如此。强词夺理，但是朕被你说服了。来来来，咱们一起尝尝这祥瑞。芷涵挽起袖子框的撕下一只鸡腿，递给袁弘。皇上，这个入味。当然他自己也有一只。将新到的鹿肉做成菜肴，送到凤仪宫。别忘了，皇后喜欢清淡，还没尝过鹿肉呢，下回再清淡也来得及。鹿肉到了，外焦内嫩，真是人间极品。好吃吗？好吃，这是臣妾第一次吃。芷涵觉得不对，马上改口。这是臣妾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鹿肉，万一真皇后以前吃过鹿肉呢？自己越来越严谨了。难得皇后这么高兴，让御厨过来领赏吧。应当重赏。关公公带御厨上来给帝后磕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了？奴才叫陆离，21了，属马的。这名字好听，年纪不大，手艺却不错。家里从前是干这个的吗？是祖传的技艺吗？你可曾婚配？皇后沉默寡言，不喜说话，不爱热闹。皇后不喜说话，去他大爷的！和太医手都摸上了。祖上是种地的，奴才还不曾婚配。你有这门手艺，今后不愁姑娘不上门。本宫小时候贪嘴，
可母亲早死，没人管本宫。本宫特别羡慕厨子，随时能吃到好吃的。当时最想嫁的也是厨子。没有这事，我说有就有。皇后说的可怜，朕今后多赐你美食补偿你。谢皇上。芷涵吩咐玉壶取荷包给御厨，这是赏赐你的，今后膳食做得好，本宫还有重赏。多谢娘娘赏赐。皇后这也太小气了，如此美味的食物，只赐一个荷包。宫中分利1年才1000两，哪里够用？臣妾府上不比高府，余府富贵，府里不仅不能补贴臣妾，臣妾还得送银子补贴他们。原来朕的皇后这么穷。汪德海取20锭金子赏给皇后。多谢皇上，发财了。20锭金子等于2000两白银，2年后跑路都是用得着的。芷涵想起柳夫人的教诲，如果皇上赏赐东西，得给太监润润手，用荷包包了1锭金子赏赐汪德海。奴才不敢。既然是皇后赏赐的，你便拿着。汪德海拿了荷包谢恩。从前皇后节俭，赏赐太监宫女从不超过2两银子，怎么今日出手如此阔绰？让我想想。这还要想？想还直说出来。臣妾从前吝啬，如今大方，或许是因为大病了一场，很多事情看开了；要不就是因为手头阔绰了，心胸随之开阔了；也可能是在皇上跟前打肿脸充胖子。没想到皇后居然是如此。好险！顺带捋了捋手头的绿玉镯子，这镯子成色不好，样子也不新了，皇后还舍不得换吧？哦，朕想起来了，皇后喜欢绿玉。我手都快撸秃了，总算没白费力气。过南国进贡了一对上好的老坑细诺飘翠玉镯，皇后既然喜欢，便赐给你。多谢皇上。平时袁弘赏赐后妃，后妃都是4平8稳的谢恩，全都一个样子。在皇后这儿，又是谢恩，又是欢声笑语。还加上亲自伺候膳食，袁弘得到极大满足，心情大好。瞧，这才3天，自己就得了这么多赏赐，还有727天呢。搜刮多多的金银细软，出宫以后当个小富婆。芷涵感觉浑身充满斗志。芷涵本以为冒充皇后是接了个挣钱的好活，万万没想到柔弱多病的真皇后是个实打实的腹黑心机女，留了满地大坑等着她。帮我踢下凳子，谢谢。哎呀！朝阳宫内。高贵妃目光漫不经心地看着丽妃，旁边还站着和嫔。贵妃娘娘，皇后的病大好了。病了2年，这回是真的好了吗？皇后病好后，皇上便连着去了2次，赏赐了7彩胶束，就连贵妃娘娘看上的那对老坑翡翠玉镯，皇上都赐给了皇后。什么？翡翠玉镯也给了她？可不是，本来皇上是要给贵妃娘娘的，若再听之任之，皇上难免将管理6宫的权力还给皇后。皇后想要凤凰涅槃吗？正是请安的时辰，咱们今日去凤仪宫瞧瞧。给各宫嫔妃送信，贵妃娘娘要去凤仪宫请安，让他们陪着。丽妃瞧了一眼和嫔，小门小户出生的惯会讨好人。张继林的事情可有眉目？证据确凿，皇后给张继林的信物已在嫔妾手中。前日张继林去了凤仪宫，出来后满脸喜色，且又多了一个荷包，足见2人确有私情。可还有别的证据？丽妃不理和嫔，对高贵妃道：昨儿嫔妾派人严审张继林，唬了他几句，他便1五1十招供了。皇后果然不守宫规，勾搭太医。这事你办得不错，已将张继林带到凤仪宫，咱们给皇后娘娘一个惊喜。臣妾遵命。稍后皇上下朝回宫，丽妃娘娘那时再带人过去，岂不更好？高贵妃颔首，将茶水倒在焚烧的炭盆里，一阵白烟腾起。今日咱们就将涅槃的凤凰永远埋在火里。高贵妃带着后宫嫔妃到凤仪宫请安的时候，芷涵还在睡觉。娘娘醒醒，麻烦来了。什么意思？高贵妃带着众位娘娘来请安，如今已经在凤仪宫等候了。不是说从不来请安的吗？今天怎么来了？冷不丁过来，本宫还没用早膳呢。玉壶慌忙取了衣裳为芷涵穿上，又临时抱佛脚告诉芷涵宫内状况。皇上年轻多有内宠，最宠爱的便是高贵妃。高贵妃是高首府的女儿，后宫第一美人。高首府和太后关系甚密，太后将高贵妃视为己出，宫中无人敢掖其风。皇上非常宠她。皇后病重期间，由她代替皇后执掌6宫。贤妃和德妃是闺中手帕交，一人善箜篌，一人善舞。不过德妃和贵妃走得近，贤妃独善其身。然后是宣妃、丽妃、赵昭仪，还有和嫔、
方嫔，还有5品以下低等宫嫔若干。狗皇帝，睡得过来吗？行了，说多了本宫也记不住，你就说说和本宫亲近的嫔妃有哪些？一个都没有。呵呵，皇后这人缘。皇后娘娘久病，宫中嫔妃拜高踩低，攀附高贵妃。算了，没有就没有吧，反正老子进宫也不是交朋友的，混2年，弄点金银才是正经。芷涵款款来到凤仪宫正殿，一抬眼差点能站稳。好家伙，眼前满是莺莺燕燕，满殿的脑袋。皇后娘娘晚安。芷涵深吸一口气，平身。皇后娘娘不用侍寝，居然也起得这么晚，让嫔妾们好好等呢。芷涵不疾不徐看向高贵妃，丽质天成，明艳不可方物，后宫第一美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为什么侍寝就会起得晚？伺候皇上辛苦，自然起得晚些。伺候人的事情都是宫女太监在干，你们辛苦什么？少说话。听说皇上赏赐的七彩椒，皇后娘娘炖鸡吃了，那可是千年祥瑞。皇上也吃了鸡腿鸡翅，比本宫吃得多。哼，本宫病刚好，你们过来请安也不见提点东西上门。言多必失，赶紧打发走嫔妃们。听闻袁弘也吃了，嫔妃们无言以对。你们今日过来有何事？贵妃娘娘听说皇后病好了，特意带臣妾们来请安。既然请完安了，你们退下吧。这说的是什么话？玉壶一听，差点气得背过气去。又是这一套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？袁弘的身影出现在凤仪宫门口，芷涵惊喜起身。皇上来了。皇后娘娘这情绪转折，奴婢有些跟不上。参见皇上。今日皇后宫里可真热闹。哎呦，玄姬也过来了。高贵妃的闺名玄姬。见过皇上，臣妾听说皇后身子好了，心中欢喜，带着嫔妃们前来给皇后娘娘请安。你是个懂事体贴的。狗男女。袁弘目光扫一圈，丽妃怎么没有过来？必定是前几日被我训了，没脸过来见我。臣妾参见皇上。丽妃的声音脆亮，从殿外转到殿内。妈呀，打脸来得好突然。丽妃为何晚了？臣妾找寻人证物证，因而来晚了。不过还好让臣妾找到了。有孕5个月了还不消停，也不怕孩子掉了。丽妃说的人证物证指的何事？皇后秽乱后宫，此罪当诛。丽妃说的人证物证指的何事？皇后秽乱后宫，此罪当诛。不过一棵辣椒树，多大仇恨呀？至于以死相拼吗？休得胡说！皇后是国母，丽妃不许妄言。看在你有孕的份上，朕饶你这回。高贵妃嘴角勾起隐秘的笑容，假意斥道：“宫规森严，丽妃不得信口雌黄。臣妾没有妄言，若有一字虚妄，愿意接受皇上责罚。”丽妃如此郑重，皇上不如听听。若真有误会，即刻开解了也好，免得以讹传讹出去，有损皇后清誉。玉壶和香沁惊恐对视。张继林的事情这么快就东窗事发了？本宫病了2年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如何与人私通？和你私通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为你治病的太医张继林。丽妃，你说的人证物证的，这是张继林贴身带的荷包。前几日他幽会出来，撞到臣妾掉落，被臣妾得了。皇上请看这针脚，是皇后娘娘亲手绣的。出身绣娘的和平装出思索状，大吃惊。果然是娘娘的针脚，难道娘娘真和张太医私通？张太医是皇后的御医，隔日就要见上一回的，日久生情也难怪。贤妃拉了拉德妃，示意让他少说。袁弘面上笼了一层阴云。荷包虽然是贴身之物，但也不能说明皇后娘娘私通太医，或许只是皇后在宫外遗失了，恰好被太医捡。可皇后自称卧病不起，一直未曾出宫。丽妃颇有自得之色，把张继林带上来。张继林被押上来，进殿腿一软，便跪在袁弘面前。皇上饶命！当着皇上和各位娘娘，还不将你和皇后的丑事如实招供。老子即使私通，也得找个英俊的吧。皇上，是皇后娘娘勾引微臣在先，微臣冤枉啊！没有半点担当的样子，真恶心。速速将你和皇后苟且之事如实招来。玉壶和香沁对视，满脸死灰。本宫到底是怎么勾引你的？好想听。见芷涵的表情，袁弘的脸色缓和了些。若有半个字的假话，你全家都要死。这2年，臣奉旨给皇后娘娘治病，本是公事公办。去年中秋夜里，娘娘突然对臣嘘寒问暖，问臣家中情形，是否婚配，可有妻室子女。原来从去年中秋有了奸情。
皇后娘娘向微臣哭诉身世，说她从小身子不好，母亲早死，小时候有病的时候也没人管，最想嫁的就是大夫。这供词怎么这么熟悉呢？芷涵招手，轻轻嘱咐了玉壶2句，玉壶悄悄退下。皇后娘娘温婉美貌，辅就屈身太医，让太医怎么把持得住？分明是张继林自作多情，本宫只不过随口问问罢了。娘娘岂能全推到微臣身上？分明就是娘娘勾引微臣，涉及全家性命，张继林顾不得脸面，全往芷涵身上推。岂有随口问男子婚配，还说什么想嫁的是大夫？这种言语不是勾引又是什么？这个暂且不提，那鸳鸯荷包又是怎么回事？这荷包难道不是皇后娘娘亲手绣的吗？这是本宫的，那又如何？本宫没银子赏赐，只能赏赐亲手绣的荷包。哈哈哈！丽妃误会了，是姓张的想歪了。人证物证都在，皇后分明是为了治病勾引太医，请皇上明察。太医的职责便是治病，说本宫为了治病勾引太医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此刻，玉壶带着御厨陆离总管汪德海来。本宫何止赏赐了张继林荷包，还赏赐了御厨和汪公公荷包。难道他们和本宫都有不可告人之事？陆离赶忙拿出荷包，惶恐道：奴才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你只管拿着，朕亲眼看着皇后赏赐的，有什么不敢的？皇后说了，今后菜肴可口，还会重重有赏。汪德海也哭丧脸，跪下举着鸳鸯戏水荷包道：娘娘也赏赐了奴才一个。起来，起来，朕岂能误会你？大大的鸳鸯明晃晃地刺着丽妃的眼睛，丽妃手里的荷包像是一个笑话。皇后不拘小节，丽妃不要整天盯着这些荷包香囊。一场弥天大祸眼看就要消融，和嫔笑点了一句道：方才姓张的还说皇后言语挑逗，让他把持不住，看来也是胡言乱语了，请皇上严惩张继林，为皇后娘娘证明。这话是想提醒袁弘，不仅仅荷包这物证，还有张继林这个人证，而且皇后确实也说了不该说的话。芷涵瞧了一眼和嫔，看起来静默平和，没想到暗藏着凌厉的讥讽。什么言语挑逗？那是皇后平易近人，没有嫁的。袁弘指着陆离道：你说说，那日皇后当着朕是怎么对你说的？娘娘对奴才嘘寒问暖，问奴才是否婚配，然后自叹身世不济。后来又笑说当年缺衣少食，当年最想嫁的是厨子。这话怎么和张继林说的一模一样？皇后到底是想嫁给厨子，还是嫁给医？你还有多少想要嫁的？那都是小时不懂事，如今臣妾眼里除了皇上还能有谁？没看出来烧火丫头还挺厉害，三言两语居然躲过大祸。怪不得那日烧火丫头赐了好几个荷包出去，原来是预料到有今日。皇后娘娘哭诉自己中毒，请微臣帮她解毒。皇后说她愿意付出一切，哪怕是自己的身体。微臣日夜查阅典籍，足足2个月才研制出解毒药丸。皇后，你不能过河拆桥呀！见还有转机，丽妃喜道：皇后身为后宫之首，居然说出如此不知廉耻的话，请皇上圣裁。胡说！皇后的病档上头写的是身子虚弱，脾胃不和，心肾不交，阴阳失调，朗朗乾坤，哪里有什么毒？玉壶和香沁茫然，方才只留意皇后失德，没注意张继林说皇后是中毒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请太医令过来诊断。如今皇后体内还有不少余毒未清。如果皇后体内有毒，说明张继林说的是真的。丽妃说的有理，召太医令10员即刻进殿。使太医气喘吁吁进殿，你为皇后诊脉，瞧瞧皇后治得如何？是太医50来岁，在宫廷侍奉了30年，医术人品都有口皆碑。殿内人人都很紧张，除了芷涵。要中毒也是真皇后中毒，我怕啥呀？府上可好？太医有几个儿女？他们可曾婚配？可曾入室？微臣只有1女，如今待字闺中。高贵妃和丽妃的正堂主仆显然气得不轻。皇后娘娘脉象有力，面色如常，中气足，神志清，没有半分病象。不可能，皇后怎会没病？她分明是中毒，而我的药是以毒攻毒的法子，此刻毒气外溢，脉象应当十分明显。皇后没病，岂不意味着自己说谎？张继林冲上前要为芷涵把脉，芷涵惊人失色，吓得泪水连连。皇上救命！大胆，你想谋反吗？皇上，张太医似乎有些异症，前几次在凤仪宫便有些胡言乱语，请皇上明察。就是，上回奴婢给张太医奉茶，张太医还摸奴婢的手。你胡说！若是张太医不是撒异症，那么便是以下犯上，请皇上灭他9族。张继林呆若木鸡，皇后的意思很明显，承认自己异症，
便可以饶自己的性命。若是不承认，全家都要死。两相权衡，张继林做出了选择。只见他急速上前，一把抓住高贵妃的手。姑娘，观你这脉象，你应该是中毒了。他果然是得了一症，病人会臆想出很多莫须有的场景，并信以为真。那这人不宜留在宫里，将他打50大板，即刻从太医院除名，赶出宫去。侍卫将张继林反绑押出去，芷涵嘴角勾起一丝微笑，隐患顺利解决了。咱们见好就收。收？我收不了一点，亏不能白吃，是时候算算账了。臣妾没有勾引太医，不知丽妃为何要紧追不舍，臣妾好害怕。丽妃诬陷皇后，在宫内挑拨是非，本应降为庶人，看在你怀中孩子的份上，引为嫔。你给皇后磕头请罪。丽嫔又气又臊，含泪跪下来咬牙道：“臣妾误会了皇后娘娘，是臣妾的不是，请皇后娘娘饶恕臣妾。”丽嫔，快起来，皇上都免了你的礼，本宫怎么受得起？不过呢，丽嫔既然有孕，就应该好好养着，老是盯着别人宫里，那样对孩子不好。朕见你有孕，让你不必请安行礼，看来反倒纵容你了。今后一切照旧吧。皇上，臣妾宫里已经2年没有这么热闹了，今天难得高贵妃带着大家过来，臣妾心里欢喜。言外之意，高贵妃平时不来，今日特地带人来挑事的。平日臣妾担心搅扰皇后静养，今日听闻皇后身子好了，特地过来请安，没想到出了这事。言外之意，我平时不是不来，是你身体不好。今天这件事和我无关。既然皇后身子好了，今后便恢复出衣食五嫔妃们请安觐见的礼数。至于六宫，还是由玄机先管着，毕竟皇后身子刚好需要静养些日子。言外之意，朕两边都不得罪。若不是皇上，臣妾今日就要背负不贞了。臣妾谢皇上救命之恩。你自己清清白白的，谁能诬陷你？只不过皇后的身体恢复的实在太快了。方才太医说皇后脉搏有力，中气十足，久病了2年，怎能好得这么快？坏了，有破绽！臣妾病好之前见到皇上，还是2个月前，2个月恢复病情也不算很快。臣妾每日晒太阳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病当然好得快。道法自然，皇后说的有理。朕明日陪你晒太阳。臣妾等皇上。2个宫女对视一眼，危机解除，而且对芷涵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。这里，香沁泡了一盏碧螺春送给芷涵，茶水幽香，芷涵抿了一口。别人不知道，咱们是知道的。张继林肯定不是撒癔症，难道你们主子真是中毒？连你们2个心腹都瞒着他勾引张继林，难道真是为了治病？皇后端庄文秀，绝不可能勾引太医。姓张的一看就不是好人，他的话不能信。你家主子端庄，难道他不知道鸳鸯戏水是什么意思？或许是皇后病中眼花赏赐错了。这话说出去，玉壶自己都不信。确实好几次张太医挺来，皇后将自己打发了出去。若按照张继林的说法，皇后已经服用解毒丸一阵子，只剩下余毒未清了。离宫那日的病病殃殃，估计大半都是装出来的。主子如今应该见过少爷，离开刘府，到了风景如画的地方养病了。唉，看来你们还是太年轻。甄皇后应当已经被柳夫人送去见阎王了。娘娘说自己从前是烧火丫头，奴婢看一点也不像呢。眼前这人聪明狡黠，机灵善变，还有贪财。哪个府上烧火丫头能这么厉害？因为本宫从前是青楼的烧火丫头呀。娘娘哄你的，以娘娘这种美貌，青楼的老鸨能让她烧火？自己的身世，柳夫人一清二楚，芷涵也不隐瞒。我娘是青楼红牌，善化妆，她希望我能离开青楼，过上正常人的日子。从小我就被她画成丑八怪。那娘娘为何到了刘府？我娘凑银子给我赎身后，我就想办法给我娘赎身，正巧刘府招丫鬟，我便进去试试。哪想到柳夫人一见到我与皇后相像，立马把我带到偏僻的庄子，亲自调教了3个月，又赎了我母亲当人质。为了母亲，我只能听她的，进宫当替身。3个月时间，你便能做到如此，也是难得了。我从小自己在青楼长大，跟着耳濡目染，歌舞乐器都学了，诗歌文字也没落下。当然，技艺最高的是烧火做饭，还有化妆。娘娘不会是柳侯爷的私生女吧？奴婢瞧你和皇后比亲姐妹还像呢。阴险歹毒的后宫3人组，眼看着陷害皇后计策失败，立马又长出一条绝妙毒计对付芷涵。糊涂东西，今日害得本宫跟着你出丑。本来板上钉钉，孰料张继林这个狗东西，居然得了什么疫病，害得娘娘出丑。嫔妾更被皇上当众责罚，还掉了位分。你有身孕，位分掉了有什么要紧？生完孩子便又是妃了。贵妃娘娘，您说皇后真是清白的？
真就和张继林没有半点瓜葛，平时也没听说张继林有异症呀。你说呢？皇上信他，他就是清白的。和平说的极是，先是七彩椒，如今又被降了位分，嫔妾这口气也不下，求娘娘为嫔妾出气。你的意思呢？眼看就是春3月，皇上皇后要亲耕亲蚕，到时百官跟随百姓围观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丽嫔不太明白和平的意思。丽嫔姐姐的父亲是礼部尚书，亲耕亲蚕礼仪都出自于大人之手。从前皇后身子不好，亲蚕都是由本宫替代，这回皇后病好了，不用本宫替代了，让于大人认真操持此次典礼。亲蚕礼是朝廷大典，帝后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，若是皇后出了纰漏，则是大大的不吉。如此说来，本宫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呢。3日后，圣旨颁布，3月初5帝后亲耕亲蚕。皇后进宫行过一回亲蚕礼，奴婢记得顺序是帝后祭天，尔后皇上犁田耕种，皇后采桑叶喂蚕，倒也不算繁复。本宫2年前曾经跟着青楼姑娘们去见过一回亲耕亲蚕礼，本就是做给天下人看的，场面上过得去就好。虽说是做样子的，但依旧要斋戒沐浴5日，整整5日不能吃肉，只能素食。2个宫女正对眼红，连续吃了5天的素斋，只还天天盼着赶紧亲蚕。这一日终于到了，袁弘手持锄头开始除草，这也太假了，明显杂草是昨日种下去的，松垮垮的，一锄头下去便能挖出一大片。周围的百姓虽然看不清土壤松软，但力道大小，开始指指点点，交头接耳。芷涵向乡亲要了水囊和草筐，举步上前。皇后娘娘，这不符合规矩。夫君耕田种地累了，妻子送茶水，难道不符合规矩？到底是皇后，礼官不敢造次，只能速速禀告礼部尚书。夫君辛苦，喝一口凉茶吧。礼部好像没有安排这个吧？夫君在外忙碌，妻子送茶水饭食，这才是真正的耕织。皇上和臣妾是万民表率，当然要随乡入俗。你说的有理，这是你特意准备的。春日天气尚未回暖，臣妾备的是温水，里头放了甘草提气。皇后贤德。臣妾方才听百姓议论，田地里头种着粮食，百姓除草并不用锄头，都是用手拔。不过皇上的龙手要紧。龙手，这称呼新奇。皇后提醒的对，是礼部疏忽了，朕这就用手拔草。袁弘弯下腰开始拔草，芷涵乖巧跟在后头，将草捡起来放在身后的筐子里。这才是真的亲耕。亲耕过后，便是亲蚕礼。3月仲春，桑林刚长出淡绿的嫩叶，太监奉上金钩，请娘娘割桑皮摘桑叶，3从即可。丽嫔抿嘴冷笑，这可是特意给你准备的，没有开刃的金钩，等着出丑吧。百姓摘桑叶也用金钩，你们退下，本宫用手薅即可。皇后娘娘，这不符合规矩。你们若不退下，本宫就不采了，看到时皇上会砍谁的头。礼官只好带着太监、宫女退下。皇后怎么顶退了礼官和奴才们？丽嫔的父亲于童男忙道：娘娘此举不合祖宗规矩，先看看再说。春风拂尘艳阳天。哟呵！只听清脆的歌声从桑林传来，芷涵灵巧的在林间边唱边挑选桑叶，有时展眸一笑，似乎采摘到了最新鲜的桑叶。田间地头嫩绿，歌声带着希望。皇后这才是真正的亲蚕，真正的人民。于童男眼神闪烁，丽嫔高贵妃气的脸色发白。皇上，快看，都是新鲜的桑叶，今年又是丰收的一年。皇后做得极好，可累了？不累，臣妾还要喂蚕，养的蚕吐丝后，臣妾还要为皇上做荷包。好，朕陪你喂蚕。敬献蚕神桑叶，请皇后娘娘和众位娘娘喂蚕。太监们手捧托盘，托盘里头是饱满的桑叶，旁边放着一把剪子。按照礼仪，皇后率领嫔妃们将桑叶剪碎撒在装着蚕宝宝的篾笼里，就算是礼成。芷涵刚要拿起新剪子剪桑叶，只瞥见丽嫔一脸的坏笑。这桑叶是谁准备的？桑叶是礼部备下的，于大人已过目查验过，都是上好的桑叶。这桑叶上头有细水珠，蚕子不能吃。若是蚕子吃了，会如何？臣妾不妨一试，皇上稍后片刻，看了便知。臣并非农官，不甚明了。芷涵依次走到高贵妃、贤德妃、丽嫔的托盘前，这就奇怪了，唯独本宫的桑叶是带水的。袁弘脸色一变，山雨欲来，于童男冷汗直冒。皇后娘娘尊贵，桑叶是单独清洗的。不一会，
只见蚕宝宝吃了带水的桑叶后，开始吐黄水。于大人，若是刚才本宫用了你的桑叶，蚕子便会这般下场。亲蚕是国之大典，如果皇后喂养的蚕子出现异状，便是大凶之兆。怎么回事？臣不查，或许是李官单独清洗皇后桑叶后，粗心忘记擦干了。后宫嫔妃30余人，唯独本宫的忘记擦干了。红鬼呢？不管是否忘记，于童男是礼部主管男司期间，你既然不懂农，那么便去户部当个侍郎，先去学学农。丽嫔的脸色白了又白，父亲从尚书贬为侍郎，是从3品变成了从4品。刘栋，你继续主持大典。臣遵旨。刘栋不遗余力，伺候着芷涵恭恭敬敬完成了下面的礼仪。刘侍郎不错，办事老道。既然皇后赞许，你先管这礼部事务。谢皇上，皇后很颠。刘栋大喜过望，本已接近50，在仕途上没了指望，谁料于童男作死，空出了尚书的位置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晦气，请高手抚为臣妾父亲美言。父亲被降为户部侍郎，这如何是好？偏生今日父亲不在，别哭丧的脸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嫔妾咽不下这口气。如今皇后正当红，咽不下也要咽，等这阵子过了，再找机会对付她。是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感受得到，百姓是发自内心拥戴朕，全都是皇后的功劳。皇上是天之子，百姓爱戴天子，与臣妾没有半分关系，反倒是臣妾沾了皇上的光。皇后谦逊。主子又哄得皇上心花怒放了。突然，一条黑色的蛇闪电般朝着袁弘和芷涵窜了过来。袁弘下意识挡在芷涵的前面，如山一样的身影让芷涵感动。丽嫔眼睛闪光，若是毒蛇能将皇后咬死就好了。芷涵从身后的太监手里取了一柄沉符，掉过头哐当砸向蛇头，手中的沉符似乎长了眼睛，棍棍打到了蛇头上，没几下那蛇就歪在地上不动了。玉壶和香沁对视，莫非是传说中的烧火棍法？这沉符似乎是桃木做的柄，手感不错，硬度适中，比烧火棍强多了。宫里的东西就是好。赶上来的御林军跪下向袁弘请罪。皇后打死了毒蛇，皇后立功了，不妨说几句慷慨大气的话，显得贤德稳重。孰料芷涵扔下沉符，扑到袁弘怀里。多亏皇上将臣妾护在身后，臣妾才没被毒蛇咬到。臣妾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到皇上英武非凡，突然也冒出一股勇气，居然打到了毒蛇。还得是你呀。不用怕，没事了。皇上，好好的一个亲蚕典礼，怎么会这样？袁弘被芷涵提醒，火冒三丈。礼部失职，将于童男降为户部员外郎。御林军护卫不力，将今日护卫的中郎将革职查办。丽嫔眼前发黑，父亲从3品降为4品，又降为了从5品。芷涵吩咐太监将毒蛇装好，带回凤仪宫。奴才遵命。皇后要蛇是做什么？亲耕典礼上，蛇见真龙俯首受死，臣妾带回去，用蛇皮给皇上做笔袋，再熬蛇羹给皇上喝，这才不负上天厚爱呢。好一个蛇见了真龙！咱们娘娘不愧是青楼的烧火丫头。皇后今日挥舞拂尘打蛇，倒像是练家子。臣妾这几下子真的像是练家子吗？臣妾从小身子不好，整日想着练武强身，最羡慕侠客闯荡江湖，自由自在。然后想要嫁给侠客吗？皇上小气，还记着臣妾当时和太医御厨说的话呢。芷涵白皙柔软的手掌因为拔草和打蛇起了几个红红白白的水泡。将翠玉冰水膏赐皇后，这药膏价值100斤，能生新肉去死鸡。直接赐100斤多好，赐药膏干什么？自己是皇后，也不好去变卖药膏，想想就心疼。朕记得皇后怕虫，第一次清蚕时浑身瑟瑟发抖，怎么今日丝毫不怕？病重2年，几乎等于死过1次，死都不怕了，还怕区区几条虫吗？那么可有皇后害怕的？记得柳夫人说过，皇后怕雷电，臣妾害怕雷电，每逢雷鸣电闪便浑身瑟瑟。朕以为皇后什么也不怕，原来也有怕的。回宫后，芷涵直接进了小厨房熬蛇羹。娘娘进殿歇着，我来守着蛇羹殿试。店里头有菊花水和绿豆面，可以净手。玉壶拿了帕子给芷涵擦手，芷涵嫌麻烦，直接在灶台下抓了一把草木灰，习惯用草木灰洗手了。本宫还发现了更好的东西，下回教你们用。2个时辰后，蛇羹的味道香喷喷的弥漫在凤仪宫，芷涵亲自送去御书房。皇上特意嘱咐，若是娘娘来了，即可请进去说话。从前这种殊荣只有高贵妃才有，如今皇后娘娘也有了。谢公公，
御书房内，袁弘正看着一份奏折出神，看见芷涵，忙笑道：“你来了。”皇上若有所思，是因西北战事，还是南方旱灾？有个叫秦长仪的孝廉，前日上折子，说自己不愿意举孝廉，决心苦读参加科举，向朕辞官。他倒是有志气，只是不知学识如何。听说此人25岁，行伍出生，只读了3、5年私塾。既然他执意要读书，那么朕便准了。说不定他是天才，就好比臣妾，虽然不常做善食，但是做起来不比御厨差。皇后这是自卖自夸吗？请真龙天子品尝甲龙滋味。袁弘吃了一口，连连赞叹，味道极好，胜过御厨多矣。既然来了，便留在这里用晚膳。朕让御厨上你喜欢的鹿肉。哇塞！皇上，丽嫔娘娘动胎气见红了，娘娘不让告诉皇上，奴婢们不敢隐瞒。太医可瞧过？怎么说？今日清蚕点后，娘娘为于大人的事伤心自责不已。太医说娘娘心绪激动，已经开了安胎药。朕去瞧瞧。芷涵，改日再和你用膳。皇司要紧，皇上赶紧去安慰丽嫔。哼，狗皇帝！回宫时天已擦黑，拐角无人处，一个侍卫拦住芷涵。娘娘许诺的银子，打算什么时候给我？你是谁？本宫什么时候许诺过你银子？2个月前，皇后让我在钦蚕殿上放蛇，想救皇上立功，以重新得到皇上的恩宠。如今我放蛇让你立功了，你想要来找吗？什么？蛇是皇后指使放的，皇后，你大爷的！芷涵一口气上不来。假皇后芷涵进宫的目标明确，攒钱救他娘。万万没想到，皇上刚赏赐的金元宝还没捂热，就赔了出去，还道歉3000两。唉，辛辛苦苦好几年，一朝又回到解放前。你说今日的毒蛇是本宫让你放的，本宫为此许诺了你银子。娘娘的亲笔写的欠条还在我手中，难不成想要来账？这里说话不便，你今夜3更悄悄到凤仪宫来，若是本宫欠的，本宫绝不赖账。皇后娘娘可不要耍花招，本宫是皇后，还不至于冒险为了几个银子丢了凤位。侍卫闪入黑暗中，回到宫内，凤仪宫大门缓缓合上。芷涵击倒檀木雕花警告：“你家主子到底干了些什么？这是要害死本宫吗？发生了什么？”哼！你们的好主子许诺侍卫银子，让侍卫放蛇害皇上，自己打算救驾复仇。如今侍卫上门要银子了，想到自己救皇帝的功劳，不但化为乌有，甚至还有杀身之祸。芷涵的火气蹭蹭往上冒。你们2个都是死人吗？皇后勾搭太医，你们不知道；买通侍卫，你们也不知道。你们到底怎么伺候的？你们是狗屁的心腹！不会的，娘娘绝对不是这种人。今晚3更，那侍卫会来凤仪宫，到时候本宫问话，你一字一句给老子听着。娘娘别急，不急。这侍卫叫什么名字？欠了多少银子？黑纸白字上写着什么内容？本宫一概不知。玉壶的表情依旧带着不信。3更时分，那侍卫如约而来，毫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凤椅上。这位大哥怎么称呼？明知故问，我叫邓明贤，与林君带到2等侍卫，欠我的50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给？我们主子2个月前卧病在床，怎么会欠你银子？2个月前，我轮值护卫经过凤仪宫，皇后娘娘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撞晕厥过去。这么看来，明显是故意的。当时我大惊失色，扶着皇后在宫墙下歇息。皇后醒后对我感恩戴德，后来每次我经过，皇后都嘘寒问暖。以后嘘寒问暖这几个字列为凤仪宫敏感词，抓到一个处理一个。后来呢？一来二去的我们输了，皇后许诺，若是我在钦蚕殿上放蛇，便给我5000两银子。皇后卧病2年，怎么知道自己身子会好？怎么会知道自己能参加钦蚕殿？她勾引了太医，当然知道。说了这么多废话，你到底给不给银子？邓六显不耐烦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是皇后亲笔写的欠条。乡亲陪着侍卫大人坐坐，玉壶随本宫取银子。芷涵让玉壶开库房去取。自进宫以来，玉壶守得紧，不让芷涵过问皇后的小库房。娘娘的库房只有几匹不值钱的锦缎。宫中规矩，皇后每年1000两粒银子，过年过节皇上还有单独的赏赐。银子呢？皇后经常给少爷银子，还有府上。你当本宫糊涂吗？宫里迎娶皇后的纳彩礼和大征礼呢？奴婢实在不知道。算了，拿皇上赏本宫的金子来，先对付过去再说。芷涵又取了金簪子、金护甲等首饰，用包裹包了出寝宫。木有银票，本宫银子不凑手，加上首饰才2000两。邓大哥先拿着应急，余下的本宫一有银子即刻还你。堂堂皇后居然凑不齐5000两。好说歹说，欠条依旧放在邓六贤手中，约定10日后交余下的3000两。皇后娘娘最好不要玩花招，此事见不得光，我无家无业的不怕，
皇后娘娘出身尊贵，若是被废了，岂不可惜？本宫心里有数。待到邓妹显离开，芷涵回首看两个宫女，眼神中充满煞气。老子进宫是来捞银子的，没想到皇后居然是个穷光蛋，到处惹事，还让老子欠了一屁股债。玉壶不敢看芷涵的目光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真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没有看明白吗？皇后早有预谋，先是勾引张太医为她治病，然后提前买通侍卫想要复宠，只不过她没有想到柳夫人会提前插手打乱她的谋算。奴婢进府的时候7岁，皇后当时9岁。奴婢记得，当时皇后身材纤瘦，在窗边捧着一本诗经，两眼含泪，人比黄花瘦。奴婢是14岁入府，比玉壶姐姐晚了7年。柳夫人是妾室扶正，她对皇后很不好，皇后从不反抗，总是默默承受。后来呢？后来先帝选太子妃，皇后作为秀女参选，先帝对皇后的温柔静默十分满意，亲自定为太子妃。柳夫人居然同意皇后参选，她就不怕万一皇后选上报复她吗？当时皇后不愿意进宫，柳夫人也激烈反对，但是侯爷难得硬气了一回，亲自送皇后进宫。皇后不愿意，这是为何？柳侯爷一定要送，这又是为何？皇后娘娘向来人淡如菊，视富贵如浮云，故而不愿意进宫。人淡如菊？那勾搭太医和侍卫的是谁？侯爷或许是父女情深，不忍皇后再受柳夫人欺负，才把皇后送进后宫。皇后即使成为太子妃后，对从前欺负她的下人也是温言相对。这样的皇后怎么会是勾引太医、收买侍卫的人呢？人是会变的，又或者她一直是这种人，只不过瞒着你。玉壶没有说话，成长需要时间，认清一个人也需要时间。咱们先想想欠账吧，300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这一时半会的，去哪里弄3000两？后宫嫔妃怎么来银子快？是寝室的赏赐最快的，每次嫔妃伺候完皇上，皇上若是满意，次日便会赏赐金珠古玩、绸缎衣裳。听说有次赐给高贵妃的，足足将朝阳宫窗下一溜长桌上堆满了。哦，伺候满意了有赏赐，可若是伺候的不好呢？伺候的不好，不仅没赏赐，还会成为宫中的笑柄。整了半天，宫中规矩和我们青楼差不多，难道娘娘打算私情？不过似乎皇上有日子没有赏赐过嫔妃了，也没有召见嫔妃侍寝了。芷涵连连摆手，本宫卖艺不卖身，暂且不做这个打算。而且本宫和你们主子的身材未必完全一样。娘娘身段和主子相仿，尤其是腰身简直一模一样。即使不一样，问题也不大。狗皇帝肯定不记得了。本宫想了想，咱们动手做个稀罕东西，说不定能将欠债还清了。稀罕东西想必需要稀罕材料。玉壶去御膳房块大肥肉，一会咱们再去上林苑摘些花草。你们说这材料是否稀罕？这简直是一毛不拔。3月中下，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你们挑选完整的花儿，翠绿新鲜的叶子好看的也摘些。主子是要拿来沐浴吗？岂有沐浴用大肥肉的？你们只管摘，回头做出来后自见分晓。摘几枝桃花插瓶，要带花苞的。皇上最喜欢桃花，看了必定喜欢。哟，这不是丽嫔吗？丽嫔见是芷涵，嘴角撇了撇，不服气地说道：“嫔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”丽嫔也来散心。皇上说今日陪嫔妾用午膳，嫔妾特意摘些花敬献皇上。见芷涵手中的桃花，丽嫔又道：“昨儿皇上亲手为嫔妾摘了几枝桃花，这份心思比赏赐什么盆景盆栽可要实在的多。”丽嫔借此讽刺上回的七彩浇树。令尊如今在户部学农，连带着丽嫔也喜欢花草了。上林苑的桑叶不错，回头本宫送一盆桑树给丽嫔赏玩。芷涵话语温煦如和风，却暗指清残点上于童男被贬之事。丽嫔气得满脸通红，却无可反驳。上林苑的迎春花开得不好，哪个宫的好些？咱们去采些换个颜色。若说花最好的，必定是御书房，不仅有最后一批迎春花，还有各色的月季盛开。走，那咱们去御书房采花去。娘娘哪能去御书房摘花呀？奴婢只是随口说说罢了。可是本宫当真了。2个宫女提心吊胆跟着芷涵，刚到凤仙殿，就见到2个太监对上责一侍卫。那侍卫浑身是血，但依旧咬牙站立着。这侍卫犯了什么错？不用皇后娘娘的话，这侍卫是清残点的中郎将江震，因护卫不力，皇上命令打50大板。你为何站着受刑？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岂能躺着受刑？如此倔强，到时候死了不也是一堆烂肉吗？这次清残的祸事是由皇后和邓某显挑起的，与江震无关。
他这打挨的有点冤枉。本宫想求见皇上为江将军说情，请彭公公暂缓行刑。娘娘吩咐，奴才岂能不从？芷涵提着花篮进了御书房。皇后提着这花篮，朕差点以为仙女下凡了。听说御书房的花儿好，臣妾过来摘花。摘这么多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臣妾打算做天上仙女才有的东西。朕能走一步？臣妾打算4时末开始做，皇上可有空闲？皇后相邀，朕岂有不去的？朕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只有仙女才能有。皇上必定满意。皇后最近总能给朕惊喜，上回的蛇羹极好，朕还未赏赐皇后。皇后想要什么？臣妾什么都不要，只不过方才臣妾路过奉仙殿，见到御林军中郎将被杖责，若没有这人，皇上岂能遇到这等祥瑞？若皇上要赏赐臣妾，不如饶恕这人。既然皇后都开口求情了，那么便饶了他。皇上仁慈，皇上千古圣君，怪不得如今大雍风调雨顺，连上天都屡屡降下祥瑞，原来是因为有皇上。朕记得皇后好像前2天刚炖了2个祥瑞。离开御书房，芷涵吩咐玉壶，上回皇上赐的翠玉膏，你拿去给江镇。没想到娘娘真的保下了江镇，咱们娘娘本事大，亏大了呀！这可是用献蛇羹的赏赐换来的，记得送一盆桑树给丽嫔，再告诉丽嫔，皇上午膳不能陪她了。特地约了袁弘4时末，就是为了给丽嫔添堵。奴婢必定一字一句告诉她。主仆3人经过奉仙殿拐角，又遇到了邓六显。他面色暗沉不悦。你怎么又来了？10天才过了1天，就来催账。你为何要为江镇说情？哪里？老子是欠钱，又不是卖身，我愿意为谁说情，你管得着吗？江镇是我的上峰，他如果被罢官了，我便可以当中郎将。你替他求情，就是挡了我的路。怎么，不仅想要发财，还想要当官？皇上对皇后言听计从，想必为我谋取一个中郎将不在话下吧。干了坏事还敢3番5次敲诈，这人的心都是黑的。若皇后不肯答应，休怪我鱼死网破，须知你的欠条还在我手上。你敢？芷涵拦住相庆，将军，别一口一个鱼死网破的，咱们互惠互利，扶持着升官发财多好。你肯答应为我谋官？姿势体大，邓将军总得给本宫些时间，免得皇上起疑心。既然这样，看银子还是10日实现。中郎将给你15日，15日有些紧，不过本宫应了。皇后若是耍花招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邓六显说罢，转身离去。3000两银子还没着落，又要帮这人谋官。此事从长计议，今后咱们绕开奉仙殿，这地方不吉利。到了凤仪宫，芷涵神态自若，玉壶将花瓣清洗晾干，香沁将干草烧成灰。小鹿子将肥肉片成一块块，2个宫女对视，受邓六显影响，带着愁容去干活。凤仪宫略微有些沉闷，欲壑难填。若自己满足了邓某显这次，下回不知又要提什么要求，怎么才能将这祸害彻底灭了呢？皇上驾到！皇上说4时末到凤仪宫，如今刚过4时1刻，皇上就来了，臣妾真的好开心。朕担心你久等，赶紧批了折子过来。皇上分明是想看仙女。芷涵拉着袁弘来到小厨房，臣妾做了一样民间美味，皇上肯定没吃过。袁弘看着焦黄的肉渣，这东西看着稀奇古怪，却香得异常。这个叫油滋啦，皇上尝尝是否能入口。肉的鲜脆和糖的绵软交织，袁弘吃得停不下嘴。贵妃喜欢煲汤，贤妃德妃喜欢锅子，丽嫔喜欢清蒸，都不如皇后宫中美味。皇上在臣妾宫中还想着别的嫔妃，臣妾不高兴。没想到皇后还是个醋坛子，生气的模样就像宫中的猫。宫女来报，丽嫔又动了胎气，请皇上过去瞧瞧。好好的，怎么又动了胎气？先让太医过去，朕随后便来。你要做的仙女物件到底是什么？朕心里痒痒的。宫中净手用绿豆面和菊花水，臣妾打算做一样不仅能净手，还异香扑鼻的宝物。你等着朕去瞧瞧丽嫔，午后再陪你接着。袁弘子嗣单薄，至今只有宣妃生了女儿，故而丽嫔能屡屡请动皇帝。皇上，我是先帝亲封的太子妃，我是真的。陛下，您忘了我给您做的七彩凤凰了吗？我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哎呀！皇后娘娘，礼部侍郎刘栋的夫人求见。刘栋不就是钦采礼上顶替于童男的官吗？他来干什么？请他进来吧。片刻后，一个瞧起来颇为干净利落的中年贵妇跪下请安，见过皇后娘娘。刘夫人请起。钦残典上于童男大意出了状况，好在刘大人能干，顶了上去，为本宫解了困窘。这些年夫君一直被压制着，眼看要过知天命的年纪，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谁知遇到了娘娘。人的际遇谁说得准呢？
既然刘大人有了机会，那么好好干，总归不会埋没。有娘娘指引，夫君必定抓住机会。这话说的有感激，又有投靠的意思。可芷涵进宫只想弄点银子，并不想弄权。高首辅权倾朝野，刘大人为何不去找他？当年夫君和高首辅同年科举，高首辅本想连中3元，一鸣天下，可是被夫君夺了状元。这么多年一直耿耿于怀。文人相轻，自古有之，原来是有旧怨。刘大人是状元，能力也出众，为何会被榜眼压制？高首辅风度翩翩，相貌堂堂。相貌堂堂是什么鬼？这又不是青楼选花魁，也不是后宫选妃。娘娘别怪臣妾管不住嘴，可事实便是如此。高进是太后父亲袁阁老的门生，才能并不是最出众的。太后极力引荐，一步步提拔他为大学士、右相、辅臣、首辅。袁太后是先帝的皇后，袁弘的生母，因先后灭了10余个官员的九族，人称灭门太后。如今袁太后在寺庙拜佛，听刘夫人这么说，芷涵明白了。刘栋想升任礼部尚书，高首辅必定会从中作梗。高首辅有太后当靠山，于是他想投靠自己。本宫虽然是皇后，但是前朝后宫都在高府和太后的掌握中。皇后娘娘天资聪慧，不久必将一鸣惊人。夫君与高首辅水火不容，如同娘娘之于高贵妃。夫君愿意搏一回，请娘娘收容。芷涵思索了一会，你让刘栋好好办差，其余由本宫呢。多谢娘娘。两人又唠了一会家常，最后刘夫人千恩万谢告辞。主子，咱们能替刘栋弄到尚书的位置吗？能高中状元的，想来本事也不差，本宫会尽力而为。朝廷内多一个心腹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听说刘夫人娘家是生意人，求官这么大的事，也不见她送些银子给主子。有些银子收了会烫手的，奴婢随口说说罢了。从来只听说货物买卖，不知官员买卖是个什么价。这个奴婢真的不知道，不过可以去打听打听。用了午膳后，芷涵在阳光底下晒了半个时辰，忽然听见有轻微的脚步声靠近。皇上来了。你一直在这里等着朕吗？臣妾并没有等皇上，只是在晒太阳困了。还说不是等朕，等得无趣了吧？臣妾才不寂寞呢。皇上走后，刘栋的夫人进宫了，感谢臣妾让他夫君有了用武之地。朕方才在明星殿听玄机说起此事，刘夫人还说了别的吗？玉壶心中微微一惊，高贵妃告状了，还好皇后先提起，不然后宫和前朝勾连可是大罪。刘夫人进宫是感谢臣妾的，臣妾心想，他夫君有用武之地和臣妾也没什么关系啊，一切都是皇上的天恩。后来再想想，你进宫感谢，好歹提盒糕点，也算是略表心意吧，两手空空的算什么？刘栋倒是廉洁。皇上，您说臣妾说的对不对？袁弘眼中戒备消失了。皇后说的是，回头朕告诉刘栋，让他夫人补一份点心当谢礼。谢皇上。玉壶和香沁松了一口气。皇后好厉害，不动声色点出刘夫人来过，又暗暗指出自己没有收礼，一举破了高贵妃的谗言。上午咱们说要做宝贝物件，如今有空闲了，咱们继续如何？芷涵吩咐小路子端上材料，一个装着雪白的猪油凝脂，一个装着银白色的草木灰，另外的是各色花瓣。先把油脂用热水化开，皇上加一勺草木灰进来。袁弘亲手加了草木灰，用木棍搅拌均匀，眼见着油脂渐渐再次凝固。这个倒是有趣，有趣的还在后头呢。是什么？做出来的能洗手，能出泡沫，比绿豆面干净多了，甚至比皂角还要干净。如此神奇。上午臣妾做了一小块，请皇上试用。袁弘见泡沫雪白，不由得亲自试验，果然比绿豆面干净。这是皇后想出来的，真是玲珑心思。臣妾接连2年病重，所在深宫无事可做，无意中发现的。这些花是做什么的？将花儿放在皂块里，一来好看，二来好闻。何不加入香料？凤仪宫哪有名贵的香料？臣妾只能放些花瓣。过几日让汪德海给你送些香料，今日便用朕随身带的香料吧。袁弘的香囊似乎是高贵妃做的，青色绣云纹香囊，深青色为底，云纹十分大气。凤仪宫暗香盈动，袁弘亲自做了迎春花、杏花、海棠、梨花皂，又加了香囊里的香料。这些得等到过几日才能干透，等干了，臣妾再送给皇上。到时候皇上可不能锁进库里。朕亲手做的，朕必定用。芷涵含情脉脉看袁弘日光明媚，过了欢喜的一日。送走袁弘，芷涵觉得3月的夜晚也是明媚升华的。方才柳夫人送信，说明日进宫探望娘娘。今夜好黑。我是先帝亲封的太子妃，我是真的。陛下，
您忘了我给您做的七彩凤凰了吗？我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柳夫人进宫已是第2日午后，本应让夫人上座的，宫中人多眼杂，夫人莫怪。不错，有模有样的，全仗夫人的调教。我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宫里，不要出去吗？你为何要在钦残点上出风头？他爷爷的，整了半天他是进宫问罪的。夫人说皇上极少来凤仪宫，可是那日夫人前脚刚走，皇上后脚便来了，我来不及装病，吓得只能说病好了。柳夫人看向2个宫女，2个宫女连连点头。那你中规中矩完成钦残点便是，何必出风头？皇后越低调，今后才越方便我家如燕顶替。丽妃父女用失桑叶害我，我若是当时不反抗，今日已经不是皇后了。桑叶之事就罢了，那蛇出来，你为何要出头？侍卫不在，我见到蛇慌了神，正好旁边有烧火棍，我顺手灌了。果然烧火丫头就是烧火丫头，穿上皇后衣裳也本性难改。这回算了，下次不得擅自动嘴。是，装的准准的。你们2个丫鬟跟着芷涵，也要时常提醒她，你们的家人在刘府都极好，仅可以放心。尤其是相亲的妹子跟在我身边，很懂事的孩子。是，若没有别的事，我便离开了。夫人，甄皇后如今怎么样了？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，不用管别人。不管不行的呀。夫人在宫外可能不曾听说，皇后娘娘曾勾引张太医为她治病，差点被高贵妃揭穿。What？ 皇后勾引太医？怎么可能？皇后勾引张太医为她解毒，被丽嫔发现，若不是主子机智躲过，早被处以秽乱宫廷的罪。这个贱人，本以为她文弱，谁知道居然做出这种事。芷涵心中雪亮，柳夫人并没有反驳中毒，说明这毒是她下的。如今皇后到底在哪里？请夫人明言，让我也心中有个防备。那日离开后宫，这贱人经过太液池突然落泪，从袖口里头拿出一只纸船，说是与宫里诀别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出宫，行至一处拐角，这小蹄子被一个黑衣人掳走了。夫人可有追踪皇后下落？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，甚至放出他的亲弟弟大儿。这小蹄子似乎失踪了一般，想来他重病在身，支撑不了多久。张太医招供，皇后身上只剩余毒，前头病病殃殃的模样是装出来的。哪尼？这小蹄子既然逃走了，必定不敢声张，说不定已经逃出京城了。若是他没有逃走呢？万一哪天突然出现，咱们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我会继续打听他的下落，你只管做好你的分内事，别的事情和你无关。怎会与我无关？方才说起我打死毒蛇，夫人可知那毒蛇从何而来？正是皇后出宫前买通侍卫放蛇，以求复宠。相信重重点头。这小贱人，平日装的贤淑，没想到心计如此深重。皇后一环套一环，图谋不小。我只是个普通烧火丫鬟，这些根本应付不下来。你游刃有余，你不行的话，没人行。我会想法子的。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侍卫向我索要2万两银子，我哪里弄2万两银子去？这几日我食不甘味，日夜悬心。这贱人居然花2万两银子买通侍卫，我炸！2个宫女震惊不下柳夫人，分明是5000两，烧火丫头居然张嘴就是2万两，这是要从柳夫人身上挣银子。柳夫人看向玉壶，玉壶艰难点点头。昨夜这侍卫说，如果再不给他银子，他便去皇帝跟前告发。这人已经上门了2次，每次都是3更，让人好生害怕。柳夫人看向香沁，香沁也点头。柳夫人不情愿地从袖子里掏出银片，递给芷涵。你拿了给那侍卫。多谢夫人，这回我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我走了，你记得我说过的话，想尽一切办法坐稳中宫的位置。有银子什么都好说。是。外头有小太监，你送出宫门假作不舍，不要让人看出破绽。是。夫人多虑了，主子绝不会让人看出破绽。别说区区小太监，就是皇上来了，也看不出主子的破绽。皇上驾到！汪德海的声音响起，好好表演，莫让皇上看出端倪。是。原来侯夫人也在。今日夫人进宫是特地探望皇后的。这孩子从小身子弱，病情反反复复，臣妾担心的很。女儿让母亲担心了。见芷涵谨小慎微的样子，和从前皇后如出一辙，柳夫人总算是放心了。时辰不早了，臣妾也该出宫了。赏夫人2匹绸缎，送夫人出宫。柳夫人跪下谢恩告退。难怪上回你说柳夫人不是你的生母，你病好与否和她无关。今日见你如此紧张，
朕算是信了。臣妾5岁丧母，她虽然是继母，但也是嫡母。看来皇后从小吃了不少苦。汪德海，你拿3000两银子给皇后。哇塞，皇上真是千古一帝，圣明体恤。袁弘陪芷涵用了午膳离开。主子挣了23000两银子，除掉给郑缪显的3000两，还净挣2万两。娘娘约了邓缪显，他还是夜里3更过来。知道了。皇后真是太不靠谱了。他口中的皇后显然不是芷涵，不过是几千两银子，银子没了还可以挣，若是人没了良心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是。玉壶低下头，表情难过。皇上，我是先帝亲封的太子妃，我是真的。陛下，您忘了我给您做的七彩凤凰了吗？我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哎呀！半夜3更，邓缪显准时到了。今日是第7日，皇后果然守信。本宫守信，邓将军也要守信才是。将欠条还给本宫。皇后娘娘莫非忘记，还要替我谋取中郎将的官职？谋官是谋官，欠银子是欠银子，两回事怎能相提并论？先将欠条给本宫。皇后娘娘收走了欠条，到时候谋官之事空口无凭，我去找谁去？那你若是不给欠条，回头说我们没给银子，我们又去找谁说理去？邓缪显知道芷涵无路可退，步步紧逼。那烦请皇后娘娘再写一张欠官的纸条，我才能还皇后娘娘这张纸条。本宫岂能不信你？相庆，给邓将军银子。相庆犹豫着将银票给邓缪显。中郎将之事还有8日，娘娘想必也能守信。你听着喜讯便是。邓缪显心满意足离开。邓缪显他分明是个卑劣小人，上次要银子，这回要官，再下回还不知道要什么呢。本宫除了同意，还有其他法子吗？你主子做的好事，本宫还得替他善后。玉壶叹了一口气，娘娘真的打算帮他谋取中郎将？他想得美，敢胁迫本宫，也要看看有没有这本事。第2日是个阴雨天，芷涵免了嫔妃的请安，一个人坐那静静发呆。主子，王美人求见。王美人是谁？王美人是去年进宫的，主子卧床不起，和她并没有交道。王美人和高贵妃一样善抚琴，故而贵妃不喜，屡屡压制着她的位分，从进宫开始，至今一直是美人。请她进来吧。嫔妾见过皇后娘娘。王美人，咱们似乎是单独第一次见。皇后召见过嫔妾好几次呢。我炸！芷涵微微一顿，不着痕迹看向玉壶，说好的没有交道呢？坑我呢？奴婢怎么不记得美人来过？每次皇后见嫔妾，玉壶姑娘都不在身边，或许姑娘在忙着。芷涵心里咯噔一声，支走了玉壶，必定没有什么好事。主子病刚好，许多事情不太记得了。娘娘，听说有一个孝廉辞官了，这人叫秦长仪，上折子说自己不愿意举孝廉，决心苦读参加科举，向皇上辞官。如今空出了一个孝廉位置，咱们在后宫应当专心辅佐皇上。至于空出什么位置，与咱们无关，哪怕首辅的位置空出来又如何？芷涵感觉自己有种母仪天下的气质。皇后娘娘2个月前收了嫔妾2万两银子，答应为嫔妾的哥哥谋官，如今出了孝廉的空位，请娘娘履行承诺。你大爷的啊！皇后居然卖官鬻爵，前几日还好奇卖官的价格，今天老子算是知道卖官的价格了，是2万两。2万两，可有欠条？当时娘娘以奉为信誓旦旦做担保，嫔妾不敢收取欠条。区区一个美人，应当不敢讹诈自己，加上皇后的前科，这事肯定是真的。拿2万两银子并一匹绸缎给王美人，本宫前些日子病得糊涂了，居然做出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，极为不该。你的银子本宫悉数退给你，再补偿你一匹绸缎。你哥哥的事情，本宫无能为力。嫔妾不敢收皇后娘娘的补偿，银票足矣。这是本宫为师的补偿，你尽管收下。王美人赶忙谢恩，拿了东西告退。天色暗沉，芷涵的脸色比天色还要阴沉。混账东西！王美人没走出多远，被慈嫔的去向吓了一跳。皇后前一刻还在笑，后一刻便发火，必定是因为自己要银子。前头得罪了高贵妃，如今又得罪了皇后，自己今后的日子可不好过。瞧瞧你们主子都干了什么好事？勾搭太医，买通侍卫，如今更过分了，居然还敢卖官鬻爵，个个都是杀头的大罪。没想到皇后居然是这种人，老子辛辛苦苦攒了2万两，全部填了他的窟窿，不知道他还做了什么。皇后这个王八蛋，她就不怕被雷劈吗？皇上驾到！朕特意过来。什么情况？皇后怕雷电。朕知道你害怕雷电，连奏折都顾不得批阅，
直接来了凤仪宫。这么大的雨，皇上何必亲自过来？伤了身子如何了得？我们结发夫妻不必这么客气。见满地瓷片，袁弘不由得蹙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和谁置气了不成？臣妾害怕雷电，不当心失手砸碎了花瓶。那今夜朕就宿在凤仪宫。皇上方才说奏折还未批阅完，臣妾不敢留皇上。那些奏折，高首府都拟好了回复，只需邀正画圈，并不会耽误朝政。皇上，皇后娘娘的绿头牌还未准备，恐怕……朕和皇后是结发夫妻，夫妻同床天经地义。娘娘你好自为之。第二日醒来，袁弘早已上朝。娘娘，昨夜可好？挺好。皇上和娘娘昨夜，娘娘可有？皇上并没有召幸本宫。襄庆看着芷涵满面春色，心里有些不信。小太监突然来报，流动夫人求见。上，我是先帝亲封的太子妃，我是真的。陛下，您忘了我给您做的七彩凤凰了吗？我是真的，她是假的。哎呀！芷涵换了衣服，将刘夫人请了进来。臣妾奉旨给皇后娘娘送点心，上回臣妾空手来谢娘娘，实在不该。皇上当真和刘栋说了？夫君回府说起此事，赞不绝口，说娘娘举重若轻，是女中豪杰呢。芷涵打开剑，颜色鲜艳，香气扑鼻。这点心精致，这是臣妾府上店铺的，换作刘氏商铺，里头卖点心吃食，也卖米面粮油鸡蛋，绸缎香料也有。哟，这生意真不小，下回本宫亲自去瞧瞧。刘夫人满脸不信，皇后怎能出宫？娘娘若是喜欢，臣妾下回再带些。我们小铺子怎么容得下娘娘这真神？相亲，包些宫里的糕点，一会让刘夫人带回去尝尝。刘夫人正要告辞，小柱子在外禀告：丽嫔过来给娘娘请安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让她进来吧。刘夫人站在旁边有些局促，毕竟丽嫔的父亲于童男从前是她夫君的上官。给娘娘请安，嫔妾如今怀有身孕，想请母亲进宫探视。高贵妃主持六宫，让她知晓便好。最要紧的，嫔妾想禀告皇后娘娘，父亲学农学得不错，高首府禀告了太后，打算让父亲官复原职。于童男要官复原职了，终究夫君的仕途还是茫然。极好，只不过学海无涯。于大人一日没有复职，最好一日不要停止学习。谨遵娘娘懿旨。这是刘夫人，见过丽嫔娘娘。这些日子刘栋主持礼部辛苦了，回头让父亲加冕他。刘夫人也辛苦，一趟趟的来凤仪宫请安。再辛苦也比不过丽嫔，怀着孩儿还要操心令尊的官位，可不是辛苦。这孩子不停踢嫔妾，可见是个调皮的。哦，这么小就这么不孝吗？论起吵架，谁比得过自家主子？丽嫔倒横潜着呢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本宫有客人，你退下吧。丽嫔甩帕子，悻悻告退。夫君到底没能入皇上的眼，让皇后娘娘错爱了。凡事不到最后一刻，皆有变数。刘夫人不必过于担心，也转告刘栋务必沉着，本宫会想法子的。转机或许就在几日间。是高首府上奏折了，还能有什么转机？看来夫君的仕途无望，将来只能继续开铺子，当个富家翁了。午后，袁弘下朝来了凤仪宫，见桌上点心精致，禁不住用一块，味道不错。皇上，这是刘夫人奉旨送的。刘夫人说民间这种好吃的多不胜数呢。娘娘有这功夫，不如为刘栋说说情。当真？皇上若是不信，不如咱们悄悄去民间瞧瞧，就当是体察民情了。朕是皇上，哪能轻易出宫？若是足不出户，哪里知道天下民生？皇上的国策岂不是空中楼阁？你继续说。比如说户部管理农田，粮油米面，他们若不知道米面多少铜板一斤，怎能管好？皇上管着户部，若皇上不知米面价值几何，岂不是被户部玩弄于股掌之间？皇后说的有理，明日朕问问户部。皇上，臣妾在说去民间的事呢，皇上到底答允不答允？爱卿向往宫外吗？不出宫怎么办？邓某显苦苦相逼，没几天了，不解决这个大麻烦，迟早会被他害死。芷涵大大的眼睛充满渴望，冲着袁弘点头。此事朕再想想，也并非全然不可。朕瞧齐王常常偷着出宫。哇塞，皇上千古一帝。第二日，高贵妃带着嫔妃们来请安。芷涵特意扫了一眼王美人，她在嫔妃最后的角落里站着，低头不看自己。娘娘好歹多说几句话，休要刚坐下就打发嫔妃们离开。身为皇后，好歹要母仪天下。行吧，昨日雷鸣电闪，
没料到今日又是大晴天，3月末天气变幻莫测，春夏衣衫日前内务府已经发下，你们须得注意冷暖，不宜过早脱了加衣。说得极得体，谨遵娘娘懿旨。那没事，都散了吧。这就是多说几句。丽嫔的母亲明日进宫，想要拜会皇后娘娘。本宫身子不妥，贵妃见就是了。母亲在清蚕点上见了娘娘风姿，极为仰慕，想要当面报答娘娘对父亲的提点。报答是报复吧？今日上朝，你父亲会官复原职，你可不能忘记皇后娘娘的恩德。臣妾谢过贵妃娘娘。两人一唱一和，嫔妃们都是明白人。于童男是因皇后降职，如今才1个多月便复职，可见在皇帝心中，皇后不如贵妃。正在此时，袁弘下朝进来，面如沉水。皇上怎么了？似乎在生气呢。今日上朝，朕随口问市集里面如今作价几何，主管的官员居然丝毫不知。皇上让朝臣们处置便是，何苦生这种气？怪不得皇上生气，这人尸位素餐，着实可恨。你还有脸说？朕问的官员就是你爹于童男，他狗屁不通，价格账目连编都不会编。或许父亲不管这个。不管这个管什么？难道管天管地管耀武扬威吗？皇上息怒，别为了不懂事的臣子伤身。传朕的旨意，于童男贬为7品户部行走，让他先去好好了解民情。于大人再去历练历练也好。娘娘威武，怪不得昨日说起米面，原来并不是为了出宫，为的是打压于童男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朕和皇后说话。皇上，我是先帝亲封的太子妃，我是真的。陛下，您忘了我给您做的七彩凤凰了吗？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。哎呀！凤仪宫外，贵妃娘娘救救嫔妾父亲，降为7品户部行走。这你还有脸说？你爹就是个草包，本宫的父亲都被连累了。能不能请首府再次向太后陈情？你也听到了，你爹当朝出丑，皇上勃然大怒。这种情形，本宫父亲怎好求情？好好的，皇上怎么会问起这个？肯定有人使坏。到底是你爹没本事，被人抓了把柄，事到如今覆水难收了。丽嫔哭得如泪人一般。凤仪宫内，袁弘的脸色变幻莫测。今日上朝，于童男不知米面价格，倒是流动样样都答了上。朕十分满意，打算册流动为礼部尚书。皇后觉得如何？主子说几句好话，指不定流动就当尚书了。皇上切莫心急，昨日皇上吃的那点心就是刘府铺子的。听说刘家铺子还卖米面，流动自然知道米面价格。袁弘眼神中的戒备松了。原来如此，下回朕再考考他肉菜价格。刘家铺子什么都卖，皇上就是问流动绸缎头油、脂粉簪环，想必这厮都知道。那么册尚书之事从长计议。册尚书从长计议。那么出宫私访呢？皇上也见到了，户部官员不知民情呢。既然如此，皇上千古一帝。午后的阳光和煦地照在芷涵身上。娘娘为何不替流动说话？方才皇上起了疑心，以为本宫昨日给刘夫人送的信，若是本宫替流动说话，只会耽误了她。皇上起了疑心，不然呢？唯有以退为进，才能替流动争取机会。娘娘好谋略，准备2套民间的衣裳，过2日出宫用得上。娘娘真要出宫？离邓某显逼本宫谋官，只有3天了。本宫不出宫怎有法子？娘娘出宫就有法子？难不成坐在宫里等死？你主子做的好事，本宫还得替他善后。娘娘出宫，万一被夫人知道，不会饶过咱们。本宫和皇上化妆出宫，谁都看不出来。只要你们不说，柳夫人怎么会知道？见相亲玉壶犹豫不定，芷涵满身肃杀之气。你们若是告诉柳夫人1个字，本宫不干了，你们自己想法子去，又不是本宫闯的祸。玉壶姐姐，咱们奉命辅佐主子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你们自己好好想想，是想要救出一家老小，还是只想效忠柳夫人？想救出一家老小如何？想效忠柳夫人又如何？若是想要救出一家老小，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本宫自会替你们想法子。若想效忠柳夫人，那就别怪本宫心狠手辣。奴婢们想要救出家人，去准备衣裳吧。第2日，袁弘下朝到凤仪宫，芷涵化妆成宫女站在一旁。皇后呢？皇后娘娘让奴婢伺候皇上。从前朕似乎不曾见过你。皇后说奴婢生的妖媚，不让奴婢伺候皇上。芷涵玩心大起，朝着袁弘一个劲的放电。哟呵，好个不自重的丫鬟，怪不得皇后不让你出来，原来是个轻浮的，还不赶紧下去跪在殿前请罪。皇上不为女色迷惑，真乃千古圣君。袁弘听声音熟悉，又见眼前的丫鬟目光灵动。原来是皇后。怒彩烟灼，
温忍除皇后娘娘，这记忆出神入化，从前怎不见你会这样？臣妾病了2年，无事便对镜化妆，总算小成。实在是判若两人。香沁和玉壶拿着衣服脂粉炭笔上来伺候。你打算把朕打扮成什么样子？臣妾将皇上扮成齐王，反正齐王陪着太后在京郊，不在京城。一会功夫，化妆完毕，芷涵端着镜子让袁弘看，竟真的有8、9分齐王的模样。皇上，娘娘真要出宫，你好好守着。朕和皇后虚实必定从天门回宫，你记得接应。皇上娘娘早些会，好好守着凤仪宫。若有嫔妃来请安，便说本宫身子不爽。估计皇后这人缘也没人上门。主子早些回。皇上，为了不泄露身份，你叫臣妾玉壶，臣妾叫你袁公子，如何？就你主意多。咱们总不能一口一个臣妾，朕的岂不是不打自招？都依你。帝后悄然出宫，民间街头热闹非凡。袁弘心满意足，看着生机勃勃的集市，脸上露出微笑。芷涵趁袁弘不注意，偷偷将一个纸条压在了一个竹筒里，压头下。没想到我大渊如此深实，百姓如此安居乐业。这都是皇上的功劳，皇上千古一帝。玉壶过奖了，咱们去刘府的铺子瞧瞧，让流动刺激刺激。两人边说边笑，来到东边的刘氏商铺。果然你说的不错，流动的铺子卖点心吃食，也卖米面粮油鸡蛋，绸缎香料也有。咱们买些东西也算是出宫一趟。不给钱，老子砸了你的铺子！外头是何人？还能有谁？这是高首府的儿子高知贤，人称高衙内。堂堂首府公子来逛街，不能吧？什么？你主子是礼部侍郎？可笑！我爹还是当朝首辅呢，少他娘的给我攀交情。我们是小生意，请少爷手下留情。你们铺子大，需要交3倍的银子。这姓高的要做什么？收赋税吗？赋税是朝廷官府收，这是他高衙内自找名目的保护费，每月都上门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有这种事，京兆尹难道不管吗？别说流动区区侍郎，就是京兆尹又如何？皇上，我是先帝亲封的太子妃，我是真的。陛下，您忘了我给您做的七彩凤凰了吗？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。高知贤得意洋洋走了进来。京兆尹是大官，你居然敢看不起他？你们不信，我让京兆尹1炷香时间内过来，他不敢2炷香。我不信，要是叫不过来，你就是狗子。去让人叫陈培石来，若1炷香不来，让他爬到相府去。真嚣张！朝廷命官难道是你家的？小丫鬟居然敢骂我！来人，将他带回去，到府上喝我的洗脚水。这人好凶！别怕，有我在。你仗着你爹和你姐姐名头胡作非为，可治罪。小白脸，你又是哪根葱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到底还有没有国法了？老子就是国法，让京兆尹过来，你们稍后瞧瞧什么是国法。京兆尹是保护京畿、保护皇上的，岂能听你使唤？让你开开眼，知道你高大爷的厉害。袁公子，他不会真能请动京兆尹吧？且先看看。一会功夫，京兆尹急急过来，一个纨绔子弟，居然真能喊来朝廷官员，高府真是权势显赫。听伙计说，姓陈的是高首府举荐的。听高老弟召唤，下官顾不得手中案子，马上过来。老陈将这2人带去大牢，好好审问是哪里的流民。陈培池点头哈腰应了，转向2人正要斥责，突见袁弘的面容。这怎么？这是你爹？下官见过齐王，不知王爷到来，下官惶恐。你一个朝廷命官，居然被纨绔弟子呼来喝去，哪里还有半点官员的样子？齐王休要生气，下官只是路过，并非听到召唤过来的。滚回你的衙门，等候发落。陈培池赶忙退了出去。高知贤吓得不轻，听说齐王急得太后宠爱，本是出来弄些银子花花，谁料撞上了真神，都是小的胭脂蒙了眼睛，没认出王爷，请王爷大人大量饶恕小的。咱们是假的齐王，此事不宜闹大，回宫再从长计议。滚出去！高知贤灰溜溜离开人群中央，便装的侍卫向一个公子请命。主子，是否要拿下这2个骗子？有意思，京城还有人敢假扮本王，先瞧瞧他们想要干什么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齐王。这2人易容技术极高，连末将都看不出王爷真假。总算他们没借着本王名头作恶，先别惊动他们，远远盯着即可。不知王爷驾到，我们铺子蓬荜生辉，请2位略坐，我们即刻给老爷送信。我们主子是微服出行，偷偷溜出来的，千万别惊动刘大人。小的遵命。我且问你，这高知贤常来收银子吗？从前还好，3、5个月来一回，可最近我们老爷占了于童男的位置，高知贤便3天2头过来为难。什么叫占了于童男的位置？朝廷又不是高府的，
高之贤凭什么找你们的茬？方才王爷也见到了，京兆尹都如同高府奴才，何况别人？经过今日之事，还不知我们老爷在朝廷会受到什么打压。回宫后，朕就册封刘栋为尚书，看谁敢多说一句话。朕册封？王爷说什么？我们主子说，回宫就让太后给你们老爷升官。不过我这里还有个法子，可以为你们撑腰。什么法子？我们主子有个秘方，若你们铺子愿意和我们主子合伙做生意，谁还敢欺负你们？你能做主吗？咱们做什么生意？咱们上回做的纳皂，拿过来入伙凑份子。纳皂咱们只用过一次，能行吗？太行了呀！我保证块块都味道芳香，泡沫细腻，不似人间之物。就你主意多，你说行那便行。若是能和王爷做生意，我们求之不得。芷涵立马掏出肥皂秘方，交给了刘管家。有香味，有花，干净又方便，女子谁不愿意用？若真有如此功效，那这东西定会风靡京城。你只管试试，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可若是成了，我们可要3成收益。55分已是我们占了大便宜，不然老爷和夫人知道会责备小的。芷涵也并不矫情推辞，定下55分成的规矩。此事让刘栋不要声张。我们是微服私访偷跑出来的，你们不许声张，不许去王府找我们，不然我们王爷会被皇上和太后责罚。那若是有了分账，我们怎么送给王爷？每过几个月，我们王爷自会上门取银。那感情好，王爷若能常上门，我们铺子何愁生意不兴？何愁有人上门捣乱？谈妥了生意后，芷涵带着袁弘来到了恩来酒楼解馋。这里的红烧猪大肠简直是人间美味。猪大肠是什么？就是猪如侧的部分，味道鲜香，回味无穷。听着有些恶心。嘿嘿，你吃了便知道。去悄悄打听打听，这2人和刘府做了什么生意？本王去会会这2个骗子。可殿下独自一人，难道我还能被骗子骗了不成？你速去速回。齐王举步进酒楼，雅间内，芷涵要了红烧猪大肠、烤鹌鹑、豆渣青菜，又要了一壶黄酒。袁弘加了一块猪大肠，真是美味。今日大功告成，我们吃喝庆祝一番，比宫中御膳更有风味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咱们干了这杯。这位兄台，相见不如偶遇，咱们喝一杯如何？皇上，我是先帝亲封的太子妃，我是真的。陛下，您忘了我给您做的七彩凤凰了吗？我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哎呀，怎么皇上一副死了爹的样子？谁呀？听声音，外头是齐王，咱们应该是被他发现了。若是被人知道皇帝出宫，不仅太后责罚，就连言官都会不断上书。稍后臣妾拖住他，皇上先跑，咱们宫门口会合，没有抓到就来个死不认账。你独自一人能逃得脱？没问题，这里的地形我十分熟悉，父亲小时候多次带我来过。那好吧，你自己要当心。来的都是客，这位公子快请进来吧。齐王推门进屋，2个一样的面容对上。本王怎么不记得有你这么一个兄弟？你们怎么会长得一模一样？怎么天下居然有这么神奇的事？姑娘说的挺好，多说点，我看你接下来怎么演。这位公子，你才是奴婢真正的主子，他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什么情况？主子，怪不得这人最近对我冷落，原来你才是真的主子，他是假的。芷涵借机靠近齐王，一把抓住他的衣服。红狼，快跑！袁弘拔腿便跑，芷涵趁着齐王愣神，赶忙朝另一个方向跑。齐王直接被这操作整懵了，笑道：“有意思。”片刻后，侍卫回来禀告：刘府管家口风紧，小的担心打草惊蛇，不曾追问。不过方才末将捡到了男骗子的玉佩。齐王拿起玉佩，水头极好的祖母绿，莹莹泛光，上头雕刻着龙凤瑞草纹饰。原来是皇兄皇嫂，更有意思了。2人在偏门会合，想起刚才的遭遇，不由得哈哈对笑。为何突然叫朕红狼？当时情急忘了称呼袁公子，总不能叫皇上。朕喜欢这个称呼。那么以后无人，臣妾就叫皇上红狼。朕便叫你孩儿。 2人回到凤仪宫换了衣服后，香沁和玉壶松了口气。皇上娘娘可算回来了，老奴眼睛都望穿了。汪公公受累了，下回带公公一起出去逛逛。奴才万万不敢。贵妃娘娘来请安，奴才只能推说皇上娘娘午睡，贵妃娘娘面色不愉。他府上如此嚣张，他还有脸生气？朝阳宫内的蜡烛燃得正旺，如同高贵妃的怒火。足足2个月，皇上没有召幸本宫，今日本宫求见，皇上居然避而不见，反倒在凤仪宫整整半日。皇后沉寂了2年，如今居然宠冠后宫，真是奇怪。听凤仪宫小太监说，似乎皇后有什么宝物，涂了香喷喷的，
如同仙女下凡。宝物？什么宝贝？能弄到吗？皇后亲自收着，轻易不让人碰。明天咱们去凤仪宫请安，当面挑明，看皇后还能藏私，娘娘觉得如何？倒也是个法子。第二日，芷涵早早起来，吩咐玉壶安排宫女打扫大殿，又让乡亲准备点心。平时不到太阳当空照，主子是不起来的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你们都打起精神来，稍后嫔妃们要来请安，这是大大的喜事。主子向来不喜嫔妃们聒噪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财神们上门了。高贵妃分花拂柳带领嫔妃来请安，嫔妃们依次序坐下。今日齐全，除了宣妃陪着太后，众位姐妹都来了。本宫备下了点心，大家用些。今日点心油浸浸的，这油糕味道不错，皇上还赞赏了。听闻皇上赞赏，高贵妃等众嫔妃收回正要放下的油糕，味道还算正。大家多用些，弄脏手我才好发财。看到大家吃得满手油腻腻的，芷涵笑着吩咐玉壶将本宫的宝物呈上来。乡亲，昨儿皇上亲口夸赞此宝物，你稍后送去给皇上。奴婢遵命。不知是什么好东西，居然让皇上亲口夸赞。玉壶将一个精致的盘子奉上，只见一块鹅卵大的半透明梅花状的宝物，里头还嵌着几朵迎春花。这是玉石吗？芷涵笑指着乡亲道：这丫鬟想出来的新鲜玩意，倒也别致。我想出来的。对，别瞅别人，就是你。玉壶拿了清水，芷涵将皂块抹在手上，清香的泡泡涌出来，让嫔妃们欣喜不已。这宝物洗手后白皙洁净，更难得的是香味萦绕不散。皇上昨日见了，欣喜不已，夸赞其味道芳香，泡沫细腻，不似人间之物。娘娘这宝贝很难得吧？极为难得，需要上百道工艺，无数香料花瓣。这丫鬟日夜赶工，才得了10几块，下一批还不知什么时候呢。什么日夜赶工？什么上百道工艺？主子拢共做了1天。什么无数花瓣香料？主子一个铜板梅花。嫔妃们看向乡亲的目光炙热。听闻贤妃最爱迎春，这皂便赐你了。迎春花香配着箜篌的空灵，想必皇上喜欢。嫔妾谢娘娘厚赐。众妃看贤妃的眼神里有羡慕和不甘。嫔妃们请安毕后，芷涵让乡亲送皂给袁弘，叮嘱道：若是皇上问起，你便说娘娘们喜欢的不得了，本宫赐了1块给贤妃娘娘。主子这么做有何深意？皇上也是寻常人，亲手做的东西也喜欢听人赞美，必定会去贤妃宫中一探究竟。那又如何？若贤妃得了赏赐，其他嫔妃岂有不眼热的？到时候向乡亲讨要皂块的，必定络绎不绝，咱们便可趁此发财。女子的银子最好挣。怪不得主子说是奴婢做的皂，怪不得娘娘让今日上油膏，原来是为了让嫔妃们手脏。怪不得娘娘说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若有嫔妃来求，本宫母仪天下，不好讨价还价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给我往死里要价。娘娘做皂的法子，切切不可传出去。娘娘当众说了，做这个宝物有上百道工序呢，谁耐烦问这个？娘娘为何独给贤妃？好几次德妃拉踩本宫，贤妃都暗中制止她。既然贤妃懂事，本宫何不结个善缘？你们主子在宫里没朋友，我不拉拢几个，怎么混下去？